冷泡茶真的比较温和吗？还是只是冰冰凉凉来骗你的舌头的？今天我们直接用科学数据来看5款茶：绿茶、红茶、包种、乌龙还有普洱，哪一款最适合取代手摇饮？那如果你怕心悸、怕刮胃，又该怎么选？欢迎来到茶学笔记。其实我们今天不是要选什么冷泡茶冠军啦，对，而是要直接带你看数据，了解冷泡为什么比较不苦不涩，还有这5款茶到底该怎么选才适合你。那我想先问哦，冷泡茶是不是就只是把茶叶丢进保特瓶，然后放进冰箱而已啊？这跟我们去外面手摇饮店买的那种冷饮到底有什么差别？这个问题问得很好。其实很多手摇饮店为了快速稳定出杯，他们可能会先用热水把茶汤萃取出来，然后再放凉、冰镇或者加冰块。就是热萃加冰块这样。没错。那你刚刚说的那种茶叶丢保特瓶放冰箱，其实这才是真正的冷泡。真正的冷泡是从头到尾都用低温，然后长时间去慢慢萃取的。那我听说有些长辈啊，他们会先用热水冲一下茶叶，说要醒茶，然后再放冷水进冰箱，这算冷泡吗？这其实只能算半冷半热了。对，因为热水只要一接触到茶叶，就会让里面的成分更快被萃取出来。哇，所以先碰热水就破功了。可以这么说。这样后面再怎么低温，风味跟成分比例还是会跟全程冷泡不一样。这也是为什么有些冰的茶喝起来还是会有点咬舌头。原来是这样。那真正的冷泡里面的成分到底哪里不一样啊？这应该不是心理作用吧？绝对不是。我们来看一篇刊登在国际期刊，也就是晨曦学期刊 Journal of Chromatography A 的研究。研究员直接比较了5大类茶，茶汤里面有3个关键成分。哪3个啊？第一个是大家很熟的咖啡因 caffeine， 它是管提神的，但本身也带有一点苦味，也是心悸跟失眠的来源。第二个则是儿茶素 catechins。儿茶素这个我常听到。对，它跟茶汤的苦味还有刮舌头的涩感特别有关，算是苦涩的主力。了解，所以一个是让你睡不着，另一个是让你刮舌头。那第3个呢？第3个叫做末石子酸 gallic acid， 它也是茶里面很重要的分裂成分，会影响茶汤的酸涩感、收敛感，也跟后发酵茶的风味变化有关。研究就发现水温越高，这3个成分释出的就越快也越多。那冷泡的话，虽然也会释出，但萃取速度就明显变慢很多了。所以冷泡茶不只是比较冰而已哦，而是茶汤里面的成分是用不同速度跑出来的吗？完全正确。那个冷水其实就像是帮茶叶的萃取速度踩了刹车一样，苦涩的成分被卡在后面慢慢来，而甘甜温和的成分比较容易先出来。这就是为什么冷泡茶喝起来比较柔顺的科学原因，它不会像热水那样一次大量释出。这个大家一定超有感，尤其如果是喝热绿茶，泡太久忘记把茶包拿起来，喝下去真的会超级刮胃的。所以有些人就会觉得冷泡茶喝起来这么顺口，是不是代表它对胃比较好啊？这个我们要先分清楚哦，比较不苦涩跟对胃比较好其实是2码子事。冷泡茶比较温和，但不代表它有什么特殊的功效。真的吗？对啊。至于你刚刚说喝下去会刮胃的感觉，通常是因为茶汤里的涩感跟苦感太强了，刺激性比较大。这就跟泡法有很大的关系咯，也就是我们今天一直在讲的冷泡。那如果我是因为喝热绿茶会刮胃，换成冷泡绿茶真的会比较不刺激吗？有数据证明吗？是有的。有一篇刊登在国际食品加工与保存期刊 Journal of Food Processing and Preservation 的绿茶研究就发现，冷泡绿茶释放出来的咖啡因 caffeine 大约只有热泡的36.2%到43.0%而已，而且在感官盲测中分数也比较高，喝起来确实比较不苦涩。天哪，咖啡因直接砍掉一大半呢！难怪冷泡绿茶喝起来真的不苦。那这样我是不是泡越久越好啊？不是哦，如果你泡得越久，咖啡因 catechins 还是会慢慢累积出来的，最后还是会变苦就对了。没错，所以觉得顺口了，就可以把茶叶滤掉，避免久泡变苦。好，那回到大家最想知道的问题，
绿茶、红茶、包种、乌龙、普洱，我们平常到底该怎么选啊？我们不讲谁是冠军，我们用生活需求来区分最实际。第一，想少喝手摇饮的人，可以先试试无糖冷泡红茶。如果你平常喝的是含糖冰红茶或是珍珠奶茶，第一步不是逼自己突然去喝很涩的茶，而是先把含糖茶饮换成无糖冷泡红茶。可是很多人会觉得手摇饮好喝，就是因为它甜甜的，很顺口啊。对，你这句话说到了关键。很多手摇饮的茶底会泡得比较浓，因为后面还要加冰块、加糖、加奶，这样茶味才足够。哦，难怪。但是茶泡的浓，苦味跟涩感就会比较明显。所以加糖不只是为了变甜而已，其实也是在帮茶汤压苦涩吗？没错，科学上也有发现，糖能够降低我们对苦味的感受。但冷泡的思路不一样，它不是靠糖去盖掉苦涩，而是用低温慢萃，让苦味、涩感释出的比较慢。这时候茶本身的香气、清甜感还有回甘就比较容易被喝到。所以无糖冷泡红茶不是硬忍着喝无糖，而是让茶自己变得比较顺口，有自然的回甘咯。对，这才是它比较有机会取代含糖冰红茶的原因。不是用糖把苦涩压下去，而是让苦涩不要那么早出来，茶汤的甘甜自然就浮现上来了。好，那第二，喜欢绿茶的清爽，但怕苦涩的人，请选冷泡绿茶。家用完整茶叶可以先试着泡4到6小时。所以不是怕苦涩就不能喝绿茶，只要换个泡法就解决了耶。对啊，喜欢绿茶的人不用放弃，改用冷泡，那个清爽感还在，但苦涩真的少很多。那第三，喜欢清香或是花香的人，请选包种茶或清香型乌龙。根据研究，包种茶放冰箱冷泡10到12小时，整体的接受度跟味道分数是最高的。所以如果想喝香气又不想喝到苦涩，包种茶是很安全的选择咯。对，它的花香在冷泡里表现得很好，而且时间很好掌握，睡前泡，隔天喝刚刚好。那第四，怕刺激、怕睡不着的人，请选冷泡的后发酵普洱。等一下，普洱也可以冷泡哦？可以的，普洱本身的咖啡因 caffeine 就是5款里面最低的，加上冷泡释放的慢，所以喝起来通常比较不苦也不涩。对部分胃比较敏感的人，体感上可能会比较温和。不过如果本来就容易心悸或睡不好，还是建议白天喝啦。了解。那我替长辈发问一个问题哦，很多长辈都不喜欢喝冷茶，说喝冰的胃会不舒服。那冷泡茶是不是就不适合长辈？其实长辈可以做冷萃温饮，做法很简单，先用冷水慢萃，泡好后把茶叶滤掉，喝之前再加一点热水调成温的。哦，这招好实用哎。不过重点是茶叶一定要拿掉，不然你加热水下去就变成重新热泡，苦涩味马上又会跑出来了。原来秘诀在绿茶叶。那我另外一定要问的是，冷泡茶放冰箱隔夜到底能不能喝啊？不是常听人家说隔夜茶有毒吗？不是隔夜有毒，关键是保存方式。如果茶叶已经滤掉了，而且放在干净容器全程冷藏，隔天喝通常没问题。但夏天如果放室温一整晚，就绝对不要喝。我给大家一个保守原则，就是最好在24小时内喝完。好，所以今天总结一下，冷泡茶比较温和，不是心理作用，而是咖啡因跟儿茶素释出的速度真的变慢了。想借手摇饮从无糖冷泡红茶开始，怕苦涩，冷泡绿茶帮你解决。喜欢花香，包种茶10到12小时刚刚好。怕刺激，冷泡普洱，咖啡因是最低的。没错，真正能长期做到的健康习惯，往往不是吃什么浮夸的保健品，而是你每天少喝一杯糖水，多喝一杯无糖茶。如果你身边也有人觉得冷泡茶只是把茶泡淡，或是夏天每天都想喝手摇饮，赶快把这集分享给他。现在就去泡一杯属于你的冷泡茶吧。我们下集见。